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中，能够精准预判趋势并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往往是财富增值的关键。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对于手握大量现金的人而言，这或许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要理解为何现在是现金为王，首先需要放眼全球。过去几年，全球经济经历了诸多挑战，从新冠疫情带来的供应链冲击，到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再到各国央行为了抑制通膨而采取的激进升息政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全球经济成长放缓，甚至部分国家面临衰退的风险。然而，当我们谈论现金为王，并非单纯鼓励大家将钱藏在枕头底下。这句话背后更深层的含义是，在不确定性高涨的环境下，充足的流动性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灵活性。当市场波动剧烈，资产价格可能被低估时，手握现金的人才有能力抓住这些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台湾作为一个高度外向性的经济体，其经济表现与全球景气循环息息相关。尽管过去一段时间台湾经济也面临逆风，但凭借着健全的财政体制、领先的半导体产业以及多元的出口市场，台湾展现出相对较强的韧性。然而，在全球经济逆风下，台湾的产业也面临订单减少、库存去化等压力，这导致企业盈利成长放缓，甚至可能出现衰退。谈到当前的经济形势，通膨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议题。过去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数十年来最高的通膨水平，这直接侵蚀了现金的购买力。为了对抗通膨，各国央行纷纷启动了历史性的升息周期，导致借贷成本大幅攀升，抑制了消费和投资意愿。然而，进入2025年，通膨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供应链的逐步修复，能源价格的回稳以及需求端的降温，全球通膨压力正呈现缓和迹象。虽然通膨率可能不会迅速回到央行设定的 2% 目标，但其加速上行的势头已经基本被遏制。这对手握现金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通膨趋于稳定，甚至呈现下行趋势时，现金的购买力将趋于稳定，甚至可能因为通缩预期而略有提升。更重要的是，当通膨压力减轻，央行未来进一步升息的空间将会缩小，甚至可能在适当时候转向降息。这将为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带来投资机会，同时也可能刺激股票市场的回暖。当前全球主要央行，包括美国联准会，已经将政策利率提升到近年来的高点。虽然部分央行仍可能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但市场普遍预期，在通膨压力趋缓的背景下，未来将会进入降息周期。对于台湾而言，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既要考量国内经济状况，也要参考国际趋势。尽管台湾的通膨压力相对温和，但全球主要央行的利率政策仍会对台湾的资金流动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为时磨利率周期对手握现金的人很重要。当利率处于高点时，银行提供的存款利率也会相对较高。对于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将现金停泊在相对安全资产的机会，例如高利活存、定存等，即使报酬率不高，但至少能保值。利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关系，当利率上升时，既有债券的价格会下跌；反之，当利率预期下降时，债券价格将会上涨。因此，在利率即将触顶或即将进入降息周期的情况下，提前布局优质债券，特别是长天期债券，有望获取资本利得。
高利率环境意味着借贷成本高昂，不论是企业融资还是个人房贷、车贷，利息支出都会增加，这会抑制投资和消费。当利率开始下行，借贷成本降低，将有利于刺激经济活动。手握现金的人，在未来借贷成本较低时，将有更佳的条件进行投资或消费。过去1年多来，全球股市普遍经历了大幅修正，台湾加权指数也不例外。企业获利衰退、通膨压力、升息循环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都对股市造成了沉重压力。许多成长股和科技股在之前的牛市中被高估，回档修正幅度较大。然而，危机往往伴随着转机。在市场低迷之际，许多优质企业的股价可能被错杀。手握现金的投资者，在市场情绪悲观、波动性大的时候，可以更从容地筛选被低估的股票，进行逢低布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代表要盲目进场。当前股市仍可能受到企业获利下修、全球经济成长放缓等因素影响而持续震荡，因此采取分批布局、长期投资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不要试图预测市场的最低点，而是设定好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逐步建立投资组合。既然我们已经理解了当前的经济背景，那么对于手握大量现金的台湾读者，具体应该如何配置资产呢？以下提供几项具体的理财建议。短期策略：提高现金部位收益。在市场不确定性较高，但利率仍处于相对高点的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手上的现金也能为你工作，而不是让通膨悄悄侵蚀你的财富。高利活存与短期定存，许多银行会推出短期的高利活存专案，或是较高利率的短期定存。虽然这些产品的收益率可能无法完全抵御通膨，但至少能降低现金购买力被侵蚀的速度，保有高度流动性，便于应对突发状况或抓住新的投资机会。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短期、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债务工具。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通常会随市场利率变动，是现金管理的好工具，通常比银行活存提供更高的收益。中期策略：债券市场的布局良机。如前所述，当利率接近高点或预期将进入降息周期时，债券市场将迎来投资机会。债券 ETF 对于不熟悉单一债券投资的读者，可以考虑透过债券 ETF 来分散风险。例如，投资于不同天期、不同评级的债券 ETF， 可以有效降低单一债券的风险。注意存续期间，在预期降息的环境下，长天期债券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较高，价格上涨潜力也较大。然而，相对的，若利率意外上升，其价格下跌的风险也较高。因此，应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存续期间的债券。长期策略：股票市场的价值发现。尽管短期内股市可能仍有波动，但从长期来看，股票市场依然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当市场处于相对低点时，正是长期投资者逢低布局优质资产的好时机。优质成长股的长线布局。台湾拥有许多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例如半导体、电动车供应链等。在市场情绪低迷时，这些公司的股价可能被低估，可以考虑分批买入具有长期竞争力、稳健获利能力的优质成长股。无论市场如何变化，风险管理永远是理财的核心。保留紧急备用金，确保至少有3-6个月的生活费作为紧急备用金，存放于高流动性的账户中，以应对突发状况。多元化投资，
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资产类别和不同地区，降低单一资产或地区带来的风险。定期审视与调整，经济环境和个人财务状况都会随时间变化，至少每年一次，定期审视自己的投资组合，并根据市场变化和个人目标进行必要的调整。保持理性，避免追高杀低，市场情绪往往是非理性的。当市场一片乐观时，价格可能被高估；当市场恐慌时，优质资产可能被低估。手握现金的人应保持理性，避免盲目追高杀低，坚持自己的投资原则。从现在开始，手握大量现金的人确实有机会偷笑，但这份笑容不是源于不劳而获，而是来自于耐心、纪律和对市场的理解。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此盲目冒进绝非明智之举。现金为王的真谛在于，它赋予了你在市场波动中保持弹性和抓住机会的能力。当其他投资者因缺乏流动性而被迫割肉时，你可以从容布局；当优质资产被低估时，你可以大胆买入。记住，投资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制定清晰的财务目标，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坚持长期投资的原则，才是通往财富自由的康庄大道。现在正是您重新检视和优化个人资产配置的绝佳时机。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充满机会的时代。